三丫，咱们是先去买东西，还是先去看看你哥哥们呀？江婉月想了想，把背篓递给他。这背篓里有2件成年男子的棉衣，还有我刚才去买的肉包子，你带过去。我去牙行那边看看。三丫，现在天色还早，要不然咱们一起去看你哥，到时候有个男人跟着也会好一些。大哥二哥他们在什么地方？在张员外家做短工，还有二叔和三叔都在一起干活的。奇怪，按理说现在天冷了，没有啥活，咋还没回家呢？走，过去看看。你们找谁啊？丽珠赶紧上前。俺来找俺男人，他叫江大郎，您认得不？去，什么江大郎江大虎的，府里没这么个人。砰的一声把门给关上，里面传来一个粗犷声音的询问：找谁的？要饭的花子，估计是走错门了。这是咋回事？大郎说他就是在城西张员外家做短工的呀，这咋会没这个人呢？会不会找错门了？这样说着，丽珠找到几个路人打听，没错呀，就是这家。嫂子你别着急，先带3个孩子去客栈等着，我出去打听打听。客栈多贵呀，俺带着孩子在路边站着就行。娘，是不是你记错人家了？那要不找了吧，反正这几天大郎也该回家了。就算不找人，咱们也要买东西的。江婉月极力安抚，又从身上拿出10两银子给丽珠。大嫂，你先带着孩子们逛逛街，去粮铺买一些粮食，还有杂货铺、布店都买些日用品。回头我租马车去拉。哦，好的。哈，怎么又是你啊？都说了没见过，去别家找去。江婉月从怀里拿出1两银子给门童。请问你有没有听说过江二郎、江二和和江三和？他们都是一起的。江大郎和江二郎昨天晚上被我家少爷打断了腿，扔乱葬岗去了。什么？小哥，能不能告诉我事实是什么情况？江二和和江三和太不是东西了，那可是他们的亲侄子，就这么给害死了。到底出啥事儿了？哎呀，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，俺就长话短说。江婉月离开的时候，脸上表情冷凝，眸中杀意汹涌。原来他们4人一起在张员外家做苦工，每个月的月钱都被江二和、江三和以各种理由拿走。现在到了冬季，江大郎兄弟俩害怕家里的老娘媳妇被冻死，这个月的银钱呢，说啥都不给。然后江二和、江三和怀恨在心，在员外府小少爷面前挑拨，让他养的2只藏獒恶犬和江大郎兄弟俩打斗，昨天晚上就被咬个半死，还被硬生生的打断了腿，只剩一口气扔到了乱葬岗。该死的江二和、江三和！哥，你醒醒！二郎，你伤的比我轻，活下去，一定要活下去。家里，不，哥，你醒醒，嫂子还在家里都等你了，求你别睡了。我不甘心呐，爹娘血脉口的，俺对不起你们呐。江大郎，耳边传来清灵悦耳的声音：你是不是姓江？江婉月找了半天，就这么一个活口，希望是他要找的人。是，俺叫江二郎。很快的就陷入昏迷。江婉月顾不了这么多了，将小黑从空间里弄出来，在幽怨的目光中给他套了车厢。看好周围，我不希望被人打扰。
雨碧从空间里拿出他平时要用到的医药箱，里面有各种急救的东西。先用稀释过后的灵泉水给二人灌进嘴里，然后开始清洗伤口，进行缝合手术。他喝了一些灵泉水，恢复些力量，这才目光冷凝地看向前面县城的方向，扭了扭脖子，露出森森的白牙。城西张员外，江二河、江三河，你们给我等着！江婉月现在心情很不好，也没打算买什么，直接来到了和大嫂相约的粮铺。远远的就看到江婉月驾着马车过来，激动的招手：“小姑，我们在这儿呢，我们在这儿。三丫儿，这是你买的马骡？马骡可是真的很威武，它会不会咬人啊？这得花多少银子啊？三丫，有血？是大哥二哥的。什么？丽珠和孩子们同时惊叫：“你说啥？路上跟你们说。啊，大郎，你怎么了？爹，你醒醒！爹，你醒醒啊，爹！三丫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张员外家的狗咬的，还有江二和江三河，他们挑拨张员外家小少爷，把大哥二哥的腿打断了，扔到了乱葬岗。什么？天杀的老江家的人！我要去县衙，我要报官，他们这是谋财害命。大嫂，我们先回家，这件事情我会处理。丽珠和孩子们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你一个小姑娘咋解决？还是报官吧，让老江家的人坐大牢。还是大妞比较镇定，抱着丽珠的腰大哭。娘，俺爹说过张员外家势力大着嘞，听说还有亲戚在县衙当官，咱们告不赢的，弄不好还要被打板子。那咋办呀？相公被打得这么惨，还能活不？大嫂忘记了，我可是大夫呢，指定不能让大哥二哥出事儿。丽珠给两人掖了掖背角，擦着眼泪道：“为啥闭着眼睛还不醒啊？要不要去医馆看看？”他们吃了药，可能之前太累了，所以现在睡着了。嫂子，先别打扰他们。哦，知道了。来的时候开开心心的，回去的时候沉重无比。刚出城没多久，就迎面碰上一个骑着高头大马横冲直撞的10几岁少年。你们的样子好蠢，好傻呀！你们跑快点，谁第一个追上来，这银元宝就是哪条狗的了。少爷，俺是你最忠诚的，肯定第一个到达府邸。放屁！我才是少爷最忠诚的。汪汪汪！谁敢惹少爷生气，我咬死他！我。不，我才是少爷的，我才是！站住！江婉月一个眼神都没有给他。本少爷让你站住，你没听到吗？快把那小娘们给我抓住！本少爷看上她了，今天晚上就送到我房里做第36房姨娘。驾！江婉月一甩马鞭，小黑跑得更快了，直接把带头拦住马车的人踹飞了出去。站住！快给我站住！岂有此理！竟敢不听本少爷的话！来人，把那给我抓住！江二河，你干什么吃的？站得最近都拦不住人，回去把你的肉剁了，喂我家狗！江婉月耳力惊人，忽听到这么一个名字，立马拉住缰绳停车，看向那被踢爆了右眼球的男人。江二河，江家村秀才的二哥，别出来！他要杀人了。丽珠本来想来质问江二河，被这怒气冲冲的一声吓得哆嗦，收回了手。小娘子，你长得可真漂亮，可有说亲呢？马车里的丽珠一听，他家小姑子被调戏了，那还得了，也顾不得刚才的制止，撩开帘子走下车，气呼呼的将人挡在身后。你是谁？你要干嘛？嘿，真没想到
本少爷出来玩一趟，竟然碰到了2个美人。不过我还是更喜欢你身后的那一个。说到这里呀，还舔了舔嘴唇，将恶心的口水咽进肚子。开个价吧，把你身后的那个小姑娘卖给我，多少银子都行。哼，这可是100两银钱，足够你们这辈子了。嫂子，不要卖我！谁要你的臭银票？我家妹妹不卖，赶紧的让开，我们要回家。回家？嘿嘿嘿嘿，少爷看上的女人从来没有得不到手的。今儿个你卖也得卖，不卖也得卖。三丫，等一会儿你跳上马车，先带着孩子们跑。那你呢？先别管我，他们要抢的是你。你们别过来，否则就别怪俺不客气了。江二和，你这个混蛋，等俺回去一定要告诉村长李正，把你赶出村子。胖少爷小眼睛一眯，给手下一个眼神。很快，满地打滚的江二和被绑着过来。他另外一只眼睛看到丽珠，恶狠狠地道：“原来是你！你们认识？呵呵，那就更好了。三少爷，这女人是俺大哥的儿媳妇儿。那小娘子呢？并不认得。刚才那小娘子叫你嫂子，那岂不就是说小娘子是你的侄女喽？竟然敢欺骗本少爷，说不认得！哼，我看你是活腻歪了。二叔，既然是你的侄女，你就做主把她说给我吧，以后我们就是亲家了啊！对了，这是100两银钱，就当做去姨娘的彩礼了，行不？他笑眯眯的像个弥勒佛，实际上内心阴暗，以杀人为乐，手底下沾了不少人命。仗着大哥二哥在京城做官，嚣张跋扈，以人命为草芥，就连县太爷都是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。江二和，你敢？我们已经分家了，你没有资格卖三丫。江二和这才听明白，3个孩子也从马车里跑下来，和丽珠站在一起保护他们的小姑。你们这一群坏蛋，不许抢小姑！我以后长大了要杀了你们！哼，看在我弟36房小妾的份上，不跟你这个瘦小子计较。嘿嘿嘿嘿，来人，把他带回府邸我的房间。别过来，你们别过来！可惜对手都是几个大男人，他手无缚鸡之力，手上的棍子直接被抢走，遭到无情的嘲笑。嫂子，你先带3个孩子上马回家。不行，你不能去。嫂子，你别怕，他们也不会把我怎么样的，我有功夫在身。不行，他们那么多大男人，你一个小姑娘，要不还是让我去吧。如果你们2个想要一起服侍本少爷，嘿嘿嘿，本少爷我也不介意。你混蛋！丽珠要被气死了，可笨嘴拙舌的又不知道该怎么回。江婉月趁机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方向，最粗的那棵树上正趴着一只矫健的黑豹，金黄色的眼睛正看着他们这边。丽珠吓了一跳，随即反应过来，使劲的咽了咽口水。那你小心。娘，你怎么能放弃小姑呢？大伯娘，你带着姐姐走，俺是男人，还要护着小姑。这3个崽呀，没白养。小豆丁儿，牙还没长齐呢，还自称是大男人。现在本少爷就当着你的面把你小姑给抢走，你能怎么办呢？你敢当街强抢民女，还有没有王法？哟，你还知道王法？嘿嘿嘿，在整个宜安县城，老子就是王法，就算是县太爷来了也管不了老子。小家伙还挺好玩的，来人，把他一块儿带上。对了，这2个挡路的小丫头也给扔进窑子里。你们想要干嘛？放手！他们还只是个孩子。远处树上趴着的那只大黑豹子目光灼灼地看着这边，里面呢竟然还含着一丝同情。敢惹那女魔头，你们完了！还不出来？黑豹左顾右盼，谁不出来？
然后就对上那双漆黑的似笑非笑的眸子，毛发吓得一炸。这人类女魔头怎么发现我的？不管，反正我不出去。江婉月也没管黑豹的反应，直接一个手刀把狗蛋给劈晕，连带着大妞二妞一块扔上马车。嫂子，你们先走。不会驾马车。没关系，小黑认的路，不需要你驾，稳当的坐在上面就好了。嫂子别担心，还有黑豹子呢。本来胖少爷的目标就是他，也不在乎别人跑没跑，只要小美人没跑就成。嘿嘿嘿，小娘子，跟我回家吧，哥哥保证让你荣华富贵，欲仙欲死。嘿嘿嘿嘿。奴家听说你养了2只恶犬，很厉害。对，小娘子，你快看，那就是我养的爱犬，很厉害的。江婉月姿势婀娜地走了过去。嘿嘿嘿，娘子小心些，那2只藏獒可凶得很，只喜欢吃人肉呢。这藏獒好像在发抖。江婉月知道，因为他身上沾染了母豹子的气息，藏獒再厉害也不过是狗罢了。嘿嘿嘿嘿，小美人儿，你跟我回家吧，我会一辈子都对你好的。好啊。不过我听说你养的这2只藏獒很喜欢跟人打斗，还咬死过人呢，真的假的？那当然，我这2只藏獒可厉害着呢。那二叔，你能不能表演一下给侄女看看？你说什么？二叔，你怎么还耳背了呢？少爷，人家想看，现在就要看嘛。胖三少爷被这一句撒娇迷的是五迷三道，流着哈喇子点头。好，看，现在就让他们表演给你看啊。真的吗？嘿，三少爷对人家真好。不要啊！三少爷饶命啊！这表演可使不得会出人命的呀！三丫，俺可是你亲耳叔，你可不能这么做。俺要是被咬死了，你爹娘和你阿爷阿奶都不会原谅你的。啊？可是我听说人和狗撕咬很好玩呢。江二和磕头的身体一僵，这话是他昨天晚上与胖三少爷说的。江二和，若是你的表演能够博得美人一笑，本少爷就再给你100两。如果不幸被咬死了，你的家人，本少爷也定会善待的。不要，少爷饶命啊！奴才可是给您出了不少主意，这要没了奴才，以后谁还出主意给您找乐子呀？没了二叔，这不还有我呢吗？有我在，三少爷怎么可能会闷着呢？你说是吗，三少？哎呀，快点啊，别让小美人等急了。不要过来！大虎二虎，给我上，撕碎了他！一声令下，2只藏獒朝着江二和扑了过去。江三燕，你不能好死！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！咬得好！哎，对，咬他耳朵！哎，别让他跑了，快把脚给咬掉，啃他大腿的肉，屁股上的肉也多。江二和被2只藏獒啃得血肉模糊，很快连骨头都啃得干干净净。江二和的头颅没有被吃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临死前的惊恐永远定格。要是这细皮嫩肉的小娘子和藏獒在一起撕咬，嘿嘿，应该会更有看头吧。嘿嘿嘿嘿，小娘子，看也看过瘾了，该跟本少爷回去了吧？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惹怒了爷，你会死得很惨的。胖三少爷是吧？人与狗厮杀有啥好玩的？今天就让你看看野兽和人厮杀，亲眼看着自己的身体被撕碎。可惜啊，只短短2个呼吸，藏獒只来得及呜咽，脖子被瞬间划断喉管，血流喷涌。好玩吗？这是不是比人和藏獒厮杀更加来的刺激啊？美人，不，女侠饶命啊！我再也不敢了，
我有银子，我家里有很多很多的银子，都给你好不好？求求你饶我一条狗命吧！我身上还有3000两银票，都给你。唐三少爷吓得语无伦次了，听到背后一声声的惨叫，僵硬的脖子回头看去，只是片刻，黑豹直接秒杀了30多人。他扭着大屁股，一步一步靠近，很优雅、骄傲地看着江婉月，仿佛在说：“人，你还是弱点。这是奖励。”刚才还傲娇的不可一世的黑豹，一瞬间变成了乖巧的小奶狗。人，算你识相。耳朵动了动，忽然听到不远处的马蹄声由远及近。救命啊！唐三少爷也听到了，张大嘴巴，半天才喊出2个字。话音未落，江婉月直接手起刀落，割断了他的脖子，闪身进入空间。彪哥，前面应该就是宜安县了。哎呀，这终于可以歇歇了。忽然，他举起右手，停下了脚步。大家小心，有血腥味儿。什么？所有人第一时间都抓住腰间的刀柄，随时准备战斗。空气中血腥味越来越浓郁，几乎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。彪哥，俺闻着这血腥味咋这么浓呢？会不会不止死了1个人呢？天哪，谁这么大狗胆呢？马上到县城，还敢如此明目张胆杀人？咱们现在怎么办呢？是过去还是等一等啊？先等一等再说。他想着，只要不和前面那伙杀人犯碰面，对方也就没有必要杀人灭口，可以大大的减少伤亡。彪爷，这已经是最后一天了，可别耽误了交货的时间呐。只有血腥味儿，没有厮杀声，肯定血拼的人不是死了就是离开了。要不咱们赶路？你们等着，我先过去看看情况。江婉月闪身进入空间后，在里面洗了个澡，她好像又长大了。好家伙，原本3米长的身形，现在长到了5米不说，喝了空间灵泉，竟然还有继续长的趋势。难道水中的能量都让它增长到体型上了？这家伙喝了空间灵水，变强了。正要开口说话，他和黑豹猛地抬头朝旁边看去。某人刚才捡银票太嗨，某黑豹喝空间灵水太嗨，都没有发现大雪下的一个人影。王彪瞳孔地震，双腿仿佛灌了铅，颤抖着无法动弹，喉咙里也是塞了棉花，失语了。一个绝美的女子，目光清冷，气质决然，身穿如火的红衣，在飘飞的大雪下如梦如幻，仿佛不小心落入凡间的精灵，踩在一具具无头尸体上如履平地，还弯下腰在尸体上摸银子。就在这时，美丽的少女不仅没有害怕逃跑，反而很嫌弃的一脚踹在凶兽的脑袋上。这是什么鬼画面呢？黑豹呲溜一下窜到了王彪的身边，冲着他低吼：人，我打不过他，还打不过你？他眼睛里流下了悔恨的泪水。为什么要过来呀？他想他娘了。不可伤害无辜。切，谁要伤害无辜了？本豹王现在不喜欢吃人，味道不好吃。你看到了什么？仙子饶命！小人什么都没看到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仙子饶命啊！江婉月歪了歪脑袋，忽然尖叫一声，把磕头的王彪吓了一跳。再抬头时，小仙子已经蹲在他的身后。什么意思啊？天哪，怎么会有这么多尸体啊？好吓人呐！幸亏大人来得及时，不然小女子得被吓死。对，这里刚才发生了一场血拼，很危险，姑娘还是赶紧离开吧。可是我好害怕呀，能不能跟你们一起走？他什么意思？难道是想跟自己去镖局，然后把镖局给一锅端了？不行，我不能连累自己的兄弟们。仙子，他们都是无辜的，什么都没看到。如果一定要死，就死我一个人，我愿意以死谢罪。看什么看？
没见过美女啊？说罢转身离开。刚才他要是同意把这少女带上，或者没有用自杀来保护同伴，可能现在就已经是具尸体了吧。彪哥，这里发生什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咱们快点走。哎，好。奇怪了，彪哥什么场面没见过？不就一些死人，不应该吓成这样啊！赶路。他是张员外的小儿子，怎么会死在这儿啊？哎呀，这可怎么是好？快派人通知张员外家。不许去！我是说，咱们没必要卷进来。刚好下大雪，路上没人，快点回到上一个小镇，明天再赶路。就当咱们从来没有来过。这怎么行呢？张员外家势力庞大，万一被发现咱们知情不报，恐受到报复啊！你是头领还是我是头领啊？回去。可是今天就是约定时间的最后一天了，违约了，我们是要赔银子呢。银子重要还是命重要啊？张员外，红衣女仙来要你狗命啦！不错不错，像个快意恩仇的女侠客。异能凝结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冰剑，冰剑锋利，丝毫不亚于上好的铁剑。深夜，整个边陲小镇被大雪覆盖，一只身长5米黑色的豹子走在寂静无声的大街上。少女穿得很单薄，却感觉不到一丝寒冷。红色纱衣随风飘扬，脸上的妖狐面具给她整个人平添了几分神秘和妖冶。老爷，你可真坏！老爷真是宝刀未老。一个家丁满身是血的滚了进来，打扰了张员外的兴致。混账！竟敢打扰本老爷兴致，想死不是？这出什么事了？来人，快来人呐！老爷救命，让奴家也藏进去。滚，全别住藏！谁是张员外？滚出来受死！你是人是鬼啊？终于舍得出来了，你就是张员外？我可是有上百名家丁，这里距离县衙很近，我劝姑娘还是赶紧离开的好。好大一只野兽啊！光是黑豹一出场，那气势直接秒杀上百名家丁。你是何人啊？我们无冤无仇的。是吗？张员外，你杀了多少人，恐怕自己都数不清了吧？你，姑娘如此仙姿卓越，小人应该没得罪过吧？劫富济贫，为民除害。你们现在滚出张员外家，可以饶一命。若是执意反抗，死！不，你们给我回来！不许走，走了就是逃奴。江婉月趁机抓住一个逃奴。谁是江三河？那逃奴摇了摇头，表示不认识。他也没有再继续问，防止被顺藤摸瓜怀疑他的身份。女侠饶命啊！我府邸所有的金银珠宝随拿，请饶我一条狗命啊！他忙不迭地跪下磕头。天空中不知何时放出一颗明亮的信号弹。县太爷一下子从床上惊坐起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有官兵冲了进来。县太爷，不好了，是张员外府邸里发的信号，可能是遇到危险了。你的命我要，你的金银财宝我也要。杀！你别过来，不要过来！救命！救命啊！这不可能！直到死，张员外脸上还保持着惊恐和不可思议。一个小小的员外，竟然有这么多金银珠宝，可见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。他的手碰到珠宝的箱子，挥挥手，全部收进空间，又来到了各个院落搜刮了一通。收获可真不小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他在墙边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暗格，伸手打开，他从里面拿出一颗拳头大小的石头，这石头呈黑金色不规则形状。江婉月心头一动，竟然是能量矿石。之前在京城的时候，从黑衣人怀里摸出一颗，
现在又找到一颗。只是这能量矿石对于异能者很有用，难道对于武功内力的人也很有用？要不然不会被如此珍贵的对待。刚出密室，就看到房间里无数的弓箭手。你可知你杀的是谁？怎么，你要替他们报仇？老爷，仵作说外面那些家丁啊，都是被野兽的爪子杀死的。什么？哪儿来的野兽啊？站住！本官让你走了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抓到县衙，严刑拷问。谢老爷饶命！老爷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！饶命啊，谢老爷！嗨，咱们又见面啦！混账！本官在此是让你们来叙旧的，你们认识？可是你串通外人，杀了张员外。冤枉呀，大人，奴家什么都不知道。胡说八道！刚才分明还见面在打招呼，你当本官是眼瞎的呀？他能说他们这只是第二次见面，而第一次见面就是刚才亲眼目睹他杀人？这不就是变相的承认了对方就是杀人凶手的身份？刚才那头庞大的野兽瞬息杀掉外面的人的场景还历历在目，如果只认他，会不会死得更快？大胆！本官问你话呢，为何环顾左右啊？来人，上暂刑！本官就不相信撬不开你人的嘴。不要，奴家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啊！不要啊，大人，奴家是第二次见过这红衣女，第一次是刚才她杀人的时候。大人饶命，奴家什么都不知道，大人饶命！岂有此理！给我站住！奇怪，这天启王朝不是已经出现精良的弓弩，为何还喜欢用弓箭？真是不知所谓！大人不好了，库房里的所有东西都没了。什么？大人，密室里头什么都没有。根据地上印记，曾经应该有不少箱子或是重物，而且地上只有一个人的足迹。很显然，都看到他从密室里走了出来，那就是这个红衣女子的脚印。你在拖延时间！来人，封锁全城，搜捕丢失的金银珠宝。来人，把这蒙面女子给我抓进大牢，严刑拷打，择日再审。是。江婉月手里凭空出现一个电棍。我劝你们，想要活命的话，赶紧滚。哼，落到咱哥几个手里，你就别想全虚全倚的出来。嘿嘿。哟，这身材是真好啊，估计面具下的小脸蛋儿更加的销魂呐。哼，这要是进牢里，还不任由咱们哥几个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没等那官差反应过来，电棍狠狠地往上一敲，那官差从手指到臂弯处直接被敲碎了，同伴确实少了一只胳膊，顿时吓到腿软。鬼啊！什么鬼？请叫我小仙女。江婉月将电棍上的电量开到最大，瞬间将他们全部撂倒。一块上，抓活的！几十名官差一拥而上。没了，人没了，就突然消失的。人呢？怎么可能突然不见了？真他妈见鬼了！大人，该不会是见鬼了吧？咱还是跑吧。胡说八道！这世上哪有鬼？一张戴着面具的脸忽然在他眼前放大，硬生生的把县太爷吓晕了。放箭，给我射死他！此妖女杀了县令大人，一定杀了他，给县令报仇。5米长的黑豹子直接从房顶上一跃而下，当时有人被硬生生的吓死了。天哪，世界上真的会有这么大的豹子？是不是说话的那个人想要哗众取宠，故意说的离奇啊？子不语怪力乱神之说，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女鬼啊？不要人云亦云，都是人瞎编的。我听说呀，有人亲眼所见，身穿血红色的纱裙，坐骑是豹子，
是来复仇的。人还不算坏，至少没有将上下几百口性命都给杀光。哎，你们说，那地方距离县衙那么近，县令大人怎么没有及时救人呢？谁知道呢？不过张员外此人嚣张跋扈，欺男霸女，压榨工人，得到这样的下场啊，这是报应啊！嘘，你不要脑袋了吗？要是被县令大人知道，你得下大狱。话说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这县令怎么没出面呢？对呀，我可听说县令大人这个官能够当上，全靠张员外的大儿子。那张员外家发生这种事情，这县令大人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啊！不好了，县令大人和县大人昨夜遇害，被红衣女鬼给杀了。张员外家库房所有金银珠宝不翼而飞了。什么？现在这衙门里头群龙无首，幸好主簿大人力挽狂澜，现在啊已经封了城了，只许进不许出，势必要把张员外家丢失的金银财帛全部找到。很快，一群官兵就搜到了客栈。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害怕啊？哎，官爷呀，您慢点啊！轮到江婉月的房间，也同样被一脚猛地踹开。你们是谁？这模样让官差都有点不好意思。小姑娘，别怕，我们是衙门里的官差，在追查逃犯。哦，对了，把你的户籍拿来检查一下。大人，城里进贼了吗？那这里还安全吗？别怕，现在城里啊到处都是官差搜查，你晚上睡觉需要关好门窗啊。哇，你们好厉害啊！希望能早日找到贼人。哎呦，被夸得飘飘然，官差甚至都没有打开户籍，嘱咐了几句就转身离开了。掌柜的挠了挠脑袋，同样都是人，这差别咋这么大呢？江婉月打开门准备出去，被掌柜的看见拦住。小姑娘啊，这外面可乱着呢，你现在出去可不行啊，搞不好会有危险呢。杀了这给大人报仇！几乎是尖叫着吼出来的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隐藏住内心的惊慌和激动。明白了，旁边这人呢，应该是县衙的二把手，或者和县太爷有仇。哼，想拿姑奶奶我当枪使，第一个崩了你！嘴角微微勾起，手掌翻飞，周围的雪花忽然有了质的改变，一支支箭矢射了过来。射在周遭的雪花上，箭矢尽落，雪花消散。一个个官差眼睛惊恐地看着这一切，能控制冰雪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可是县城县衙的二把手，你敢杀我？县令大人都被我杀了，你一个县城还不是随手的事儿吗？你说是吗，县城大人？不想死的，滚！弓箭手连手中的弓箭都不要了，撒腿就跑。江婉月是个很节省的人，把满地的弓箭和箭矢全部都收集进空间。这些都是兵器，普通老百姓根本买不到啊！哎呀，既然人都跑光了，那姑奶奶我可就不客气了。每一个主院都搜了一遍，可叫他再发了一笔横财呀！一个小姑娘藏在房间里瑟瑟发抖，眼看着红衣女鬼就要搜到她的房间，紧张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。结果对方刚来到窗户边，竟然直接原地消失了。等她换好衣服鞋子，刚出空间准备补觉的时候，客官，您的早饭。谢谢。啊，那客官请慢用。江婉月来到客栈1楼，这里是个吃饭的地方，有几张桌子上零零散散的坐了几个人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昨天晚上张员外府邸发生了一场灭门惨案，听说是招鬼了。一个复仇的红衣女鬼直接杀光了张员外家所有人。什么女鬼呀？明明就是女仙。她是女仙。对，俺也听说了，那女鬼长得青面獠牙，还喜欢喝小孩的血，据说呀，身边还跟着一头大型野兽呢。哎，你们说的是不是一只金瞳黑毛的豹子呀？钱兄，你也听说了？说来也怪啊，
还是头一次听说有黑色的豹子。可是我昨天赶集，夜没有回家，娘肯定会担心的。只是让家里人担心，总比真出事儿强吧？这县令大人和张员外家都死了，外面都乱了套了，有很多坏人都起了心思。我听说呀，这中午全城戒严抓盗贼的时候，有好几家都丢了闺女，有人怀疑是被人牙子给拐卖了，也有人说是被官兵给全部都掳走了，大牢里出了逃犯。你长得这么漂亮，万一被那些人给盯上，这辈子都毁了。江婉月知道掌柜的好心，多谢掌柜的，我县城有亲戚，去投奔他们的。啊，有亲戚啊？那行，那没事儿。记住走大路千万别进小巷子。谢谢掌柜提醒。八哥，今儿可真是咱好日子，能从监狱里逃出来，又偷了好几家的银子，现在竟然能够遇到这么漂亮的，跟上去。人怎么没了？这么漂亮的小娘子，可惜了。一转身，忽然对上一张绝美的少女脸，她冲着他们盈盈笑着。小娘子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，可让咱兄弟俩好找。是啊，我可一直在这里等着你们呢，怎么现在才来啊？哎呦，原来小娘子和我们想一块儿去了，那就好，咱们一起。话音未落，八哥脸上的表情僵住了，一只白嫩的纤纤玉手握着一把冰刀，冰刀刺进了他的胸膛，嫣红的鲜血顺着冰刀流下。哥哥，你这是什么表情？难道不喜欢我了吗？八哥，别浪费时间，咱还要去找落脚的地方。他只是手指碰了一下，矮瘦男人惊讶地看着自己的手，他没用力呀。八哥，你怎么了八哥，血！八哥上半身周围的血里有鲜血晕染开。你都做了什么？你们出来的时候就没有人提醒过，外面很危险啊！你，我要杀了你！哼，又是一个自不量力的。矮瘦男人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，这什么情况啊？他手上怎么还能结冰啊？还捏爆我的匕首，那可是铁做的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只见江婉月捏起一根最长的碎片，手里动作快如闪电，直接划破了矮瘦男人的喉管。这不可能！哼，等他们回来，说是发现老巢被端，会不会气得当场吐血啊？来到后院，县令大人可真会享受啊！这里表面上看起来不如张员外家那么张扬，处处透着内敛，却有种低调的奢华。你是谁？红衣女鬼？你是？还未来得及尖叫，人就已经被迷晕过去。装作没看见得了，非得进来，不是找死吗？他这房间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收进空间。红衣女鬼？你妈才是女鬼，你全家都是女鬼。我是女仙，女仙，女仙。家丁被打得鼻青脸肿，连还手的胆子都没有，抱着头连连求饶。女仙饶命，女仙饶命啊！哼，这还差不多。走，带本女仙去县令的库房。这可不行，要是被知道了会被打死的。那我现在就打死你！什么人？江婉月发现动静后，瞬间连带着家丁都被迷晕。好家伙，发大财了！一朝清知府10万雪花银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呢。怎么回事？看管库房的人呢？不知道啊。听着，你们不要以为县令大人死了就能偷东西离开，别忘记，你们的卖身契还在本夫人手里，逃奴的下场你们应该知道。开门！夫人，库房的大锁没有被动过的痕迹，里面应该没事。夫人请看，这里没有东西呢，库房的东西呢？夫人，您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来人，把人给我捆了！他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，
指着身边跟着的护卫道：“现在这个时候，不先审问银子的去处，而是匆匆回到一个院落，说明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”库房门看到里面的东西还在，长长的松了口气。还好，我的东西还在。站住！现在城里不安全，你怎么独自乱跑呢？赶紧回家去。谢谢关大哥，我这就离开。这几天不太平，别到处乱跑啊！哎呀，瞧你，把人小姑娘给吓得不轻，眼睛直勾勾的盯着，该不会是春心荡漾了？要不要兄弟去打听打听啊？胡说个啥呢？赶紧干活。城外，一支马帮队伍浩浩荡荡的走了过来。彪哥，俺就弄不明白了，为啥要晚一天啊？王彪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非常严肃地训斥：“小六子，如果不想死的话，就闭上你的臭嘴。”彪哥，我……小六子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说好了不提，一直在那碎碎念，再这样就滚出镖局。小彪你也是，小六子就嘟囔个几句，还不是心疼银子？咱们走这一趟镖不容易，因为迟到一天而少赚几十两，搁谁不心疼啊？王彪也知道这年头赚银子不容易，冲着老人叹了口气：“哎呀，智老，不是我小题大做，这件事儿关乎我们整个镖局的生死存亡啊！”什么？你昨天是看到了凶手？嘘，说话点到为止。智叔什么都明白了，心领神会，暗暗点头。行了，这件事情交给我，保证让他们闭嘴。刚来到城门口，他们就感觉到了不对劲。王彪和智老对视一眼，第一反应是出事儿了。彪哥，出事了！我听说城内只许进不许出，这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？小六子表情夸张，眼中还带着刚打听到消息的震惊，缓了口气道：“张员外家你们知道吧？就是家中出了2个京城大官的张员外家。他家怎么着了？他家遭了难了，据说被红衣女鬼复仇，被一夜之间血洗了。”什么？目光里带着隐藏不住的惊恐。红衣？对，据说凶手红衣如火，脸上戴着狐妖面具。啊，对了，他还骑着一只5米长的黑豹从天而降。哎呀天哪，无命休矣啊！这么多货物，100文的进城费。彪哥，你怎么了？啊？什么？该交入城费了，100文钱。哦，好。不是，这谁画的呀？怎么可能会有人骑在豹子身上？太离谱了吧！画本子都不敢这么编。行了，赶紧回去往主家交接货物，之后我有大事要宣布。智老痛苦地闭上眼睛，威远镖局是他们毕生的心血呀，就这么要散了吗？